朋友圈，舍友发了张坐在某豪车前机盖的照片，并配文：感谢命运的馈赠。我定睛一看，傻眼了。好，拿我的车摆拍炫富装名媛是吧？我直接搬群开撕。人集团老总夫妻恩爱，家庭和睦，什么时候多了你这么个私生女？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毕业在即，又临近五一假期，众班尾岁商定，放假前一天搞个聚餐，也算是给大学4年生涯画上个圆满句号。同学纷纷敲一复议，回完消息，我放下手机去刷牙，刚出卫生间，就见睡在我对铺的舍友林小麦突然一副大惊失色的表情看住我。我问号脸看他，林小麦哭丧着脸，七，原来苏苗苗是海银集团老总的女儿吗？我昨天才去海银面试，这下完了，肯定不会被录取了。我为什么会说苏苗苗是海银老总的女儿？我记得那集团老总好像姓顾吧？林小麦挥舞着手里的手机，苏苗苗刚刚发了个坐豪车上的朋友圈，有人扒出来那车是银海集团老总送自己女儿的生日礼物。完了，再笑几年咱们跟他那么不对付，他绝不可能让我进他家公司的。林小麦肉眼可见的开始褪色，我立马点开朋友圈，果然一眼看到苏苗苗矫揉造作坐在豪车前机盖上的照片，那大长腿 P 的车子轮毂都变形了。感谢命运的馈赠。啥馈赠？让你出门溜达偶遇了这辆停在路边的车吗？虽然有点子离谱，但还是得说，无论是拥有这车，还是有个集团老总爸的人，好像都特么是我吧？得亏苏苗苗今天一早就出了门，不然我高低得给他来2拳。七，你说我可怎么办啊呀？林小麦的哀嚎中，我打开了消息，已经刷到99加的班级群。同学 C， 不厚道啊苗，这都快毕业了才跟我们透露身份。同学 E， 豪门竟在我身边。同学 D， 这要巧我刚给银海投了简历。苗，大家同学一场，帮忙说说好话，不过分吧？坏笑。同学 H， 天空一声巨响，老奴闪亮登场。JPG， 同学 F， 苏苗苗，你这车少说的7位数了吧？你爸对你可真好啊。同学 P， 人美心善，还出身豪门，人生赢家实锤了。同学 Q， 苗，同学一场，要不要我给你当司机呀？我开车贼溜。同学们彩虹 T 一茬接一茬。苏苗苗姗姗来迟，是爸爸让我在学校低调，别因为家境好就跟同学们产生距离，我才没好意思说的。调皮害羞，我不行，等他回来，这2拳我还是得给他。同学群还在一个劲儿叭叭，眼见林小麦快褪色成铅笔画了，我才先退出群聊，赶忙安慰起他来。好不容易给人安抚好，再次打开群聊。苏苗苗，哎呀，你们别这么说，顾七和小麦他们对我其实也挺好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每次出门，只要遇到看起来家境不错的人，当面都跟人家特别热络，可背后又说对方的钱肯定来路不正，笑哭。同学 T， 还能为什么呀？仇富呗。同学 Y， 有这么2个舍友，我要是苗我也不敢告诉他们我的身份。同学 D， 乌鸡鲅鱼，自己穷就自己反思，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同学 F， 嗨，我家有个邻居也这样，但凡见着个有钱人，当人家面都恨不得跪舔了，人一走，立马拉个脸说不就有俩臭钱吗？早晚有破产的一天，就离谱。同学 G，
乌鸡鲅鱼加一。同学，顾七和林小麦那种女的也一样，人前跪舔，人后骂，指不定心里多想嫁入豪门呢。奸笑。同学 C， 这别了吧，豪门可看不上他们这种小心思多的女的。请等着同学们给我和林小麦骂了个狗血喷头，苏苗苗才又装模作样替我们发声。大家都是同学，咱们还是别这么说他们了吧。笑哭。我又往上翻了翻，就见果然是苏苗苗被人吹多了彩虹屁之后，没忍住犯贱在群里说了句：大家真好，不像我们宿舍顾七和林小麦平时都不怎么理会我的。叹气。就这样，我和林小麦成了众矢之的，群里消息还在疯狂刷屏。身心俱疲的林小麦顾不上这个，扯起被子蒙住头去嘤了。再点开班级群时，话题已经从骂我林小麦人前人后两张脸，过渡到骂我俩贪小便宜还抱团欺负苏苗苗了。我这个走势我就不是很明白了，他们口中的占小便宜是说苏苗苗今天用我护肤品，明天穿林小麦衣服，还是他人前面对我俩犹如惊弓之鸟，人后对待我俩尖酸刻薄，活像普天之下皆他妈。同学 Z， 我就说顾七和林小麦不是什么好东西吧，真是没看错他俩。同学 B 则顾七一天到晚还在外面装自己是高岭之花，谁家高岭之花像他这么厚颜无耻啊。同学 HUESE， 单看顾七面相就知道这女的不是什么善茬。哟呵，好好的大学生怎么还搞起封建迷信了？同学，对，上学期不还有人说他暗恋人秦学神不成，还跟踪偷窥了人家可长时间。同学 C 吐了，这也太恶心了吧，这就开始造谣了。在刚荣升为豪门千金的苏苗苗的阴阳怪气中，群里骂的那叫一个如火如荼，不知道的还真当我和林小麦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儿。当然其中也不是没人帮我俩说话，让大家先冷静，别张嘴就来。可惜帮我们说话的人太少，终究双拳难敌四手。眼见这些人从辱骂再到造谣，马上就要升级为当面给我一顿暴揍了。我冷笑一点，点开对话框，输入一行字：我怎么不知道人集团老总夫妻恩爱，家庭和睦，什么时候多了你这么个私生女？这话一出，群情激愤的班级群瞬间安静如鸡。他们该不会是骂着忘了我也是这个班的，也在这个群里了吧？十几秒后，苏苗苗嘴硬回应：苏苗苗，什么私生女？顾七，你怎么能这么侮辱人？我笑了，他也算是个人。但凡平时多看看财经新闻，都该知道人海银集团的老总姓顾。那请问，一个姓顾的爸爸怎么会有一个姓苏的女儿？那你不是私生女是什么？苏苗苗又消失了。好在总有人忍不住要见义勇为一下。同学 H， 都什么年代了，谁规定孩子必须随父姓？那苗也可能跟妈妈姓啊。豪门的事你少管。 JPG，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嘴角一勾，继续输出：我随母姓也行吧，不过银海集团老总的夫人不是姓卓吗？天哪，这是实锤苏苗苗是私生女了吗？群里再次陷入一片死寂，但很快又有盲生发现了滑点。同学 E， 不是顾七，你这么大言不惭说人家银海集团老总姓顾，该不会还想说你才是豪门千金吧？没等我说话，那些同学瞬间又和雨后蛤蟆似的，开始在群里咕咕呱。同学 F，
真豪门千金，能跟他似的，又爱占人小便宜，又在背后嘴人家有钱人。同学 H， 他要是豪门千金，我直播倒立拉屎。同学顾七，你真面目都让大家知道了，就别搁这装了吧，怪丢人现眼的。同学 C， 人苏苗苗有照片作证，怎么你就空口白牙一张嘴吗？没点什么别的证据了？同学 P， 还人家银海集团老总夫人姓卓，咋的？人老总亲口跟你说的，我之前没看出来。我这些同学嘴还都挺硬，恐怕就算天塌下来了，也有他们的嘴顶着。有人帮忙撑腰站队，消失了几分钟的苏苗苗重新上线。苏苗苗，顾七，我知道你从开学就不喜欢我，但我自问从没得罪过你，你不该这么污蔑我。明明是他先开麦，在群里给我和林小麦造谣，到头来居然成了我污蔑他，倒打一耙还是他玩得溜啊！群里同学跟风站队，开始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我指指点点。之前的心虚顷刻间荡然无存，可能他们以为只要人多势众，就能一人一口唾沫星子给我淹死吧？要这么的，那我可就来劲儿了呀！苏苗苗，大家说你有证据，那除了那张做前机盖的照片，你还有什么证据？亮出来给我开开眼呗！苏苗苗，你们豪门千金发照片前都不检查一下吗？P 图 P 到轮毂都歪了，还跟那儿感谢命运的馈赠呢。得亏汽车不能说话，不然高低都得骂一句晦气。苏苗苗，别躲在手机那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看，别墨迹，赶紧的上证据打烂我的脸啊！星星眼期待 JPG， 我这一通输出，直接又把班级群给整沉默了。估计他们也没想到，我都被群起而攻之成这样了，不仅还能继续兑现，还变本加厉艾特起了苏苗苗。安静几分钟，有人冒了头。同学 C， 顾七，你差不多点得了，别的理不饶人啊！你们骂了我10几页，我问几个问题就算得理不饶人了。再者，我这要算得理不饶人，那是不是说明你也知道你们骂我不占理了？笑死，一张照片而已就成豪门了，那别说一个苏苗苗，那怕不是要豪门遍地走了？阴阳怪气吗？谁不会是的？事到如今，也没必要再跟这些眼瞎心盲的憨批做表面功夫。反正只要一毕业，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绝大多数人这辈子都不会再遇到。但任我怎么艾特，苏苗苗始终岿然不动，好像打定主意要装死到底了。既然如此，那我就先跟别算账。同学，你说我暗恋秦然不成，还跟踪偷窥他，有证据吗？没有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去告你诽谤了呀？这人倒是比苏苗苗头铁，居然真出来跟我对线了。同学，别嘴硬了，顾七，你就是喜欢秦学神，可惜人家秦学神不瞎，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所以拒绝了你。至于跟踪偷窥，那可不是我说的，好多人都说看见了的。不管谁看见了，谁又跟你说了，我只知道你在群里说了。另外，且不说我喜不喜欢秦然，单凭你说这些话时候的语气，也不难看出来，你肯定喜欢秦然。我说的对不对呀？不就栽赃污蔑吗？谁不会是的？同学，顾七，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微笑，我是不是胡说八道，你心里清楚，但你这么明目张胆的给我泼脏水，该不会是因为羡慕嫉妒恨吧？不过你放心，我对秦然没兴趣，有这闲工夫跟这儿胡言乱语，不如去大胆追爱，没准哪天秦然眼瞎了，真就答应你了呢。
同学，你别太欺负人了，你们骂我是我应得的，我辩驳几句，就算我欺负人，你还讲不讲理？同学被我气到说不出话了，虽然看不到，但他这会儿脸应该挺臭的。在他之后，我又挨个挑了刚刚骂的最难听的几个一通兑现，最后总结陈词：我早劝多读书多看报，少聊八卦多睡觉了，非不听，一个个的耳根子软，还没脑子，这辈子估计也就这样了。建议有病早治疗，别最后耽误了自己，连累了家人。果然，对人一时爽，一直对人一直爽，惹到我，他们算是踢到铁板了，兑现了个爽。我的注意力重新回到苏苗苗身上，苏苗苗别苟着了，出来走几步。苏苗苗瞧瞧你，好端端惹得大家挨痛骂，你倒是躲起来了，这样不好吧？苏苗苗闲着也是闲着，要不我替你跟银海集团求证一下。苏苗苗说话别像个废物一样装死了，我这人一向这样，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但凡你招惹我一下，我不给你打到隔夜饭都吐出来，我就跟你姓。之前站队苏苗苗的人，不知道是被骂傻了，还是突然回过味来，知道自己被当枪使了。先前还群情激愤的大家，此时此刻全部缄默不言。我持续在群里艾特苏苗苗，就是想看看她到底能装聋作哑到什么时候。十几分钟后，苏苗苗终究还是露面了。苏苗苗，顾七，请你适可而止，再这么纠缠不休下去，就算我不追究，也总有人会追究的。谁追究？追究什么？你是暗示我银海集团会替你撑腰吗？苏苗苗，我没有这么说，但你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校园霸凌，我随时可以报警，还报警，可把你牛坏了。请报，到时候咱们就看是你造谣诽谤罪名成立，还是我校园霸凌罪名成立。我这头正跟苏苗苗激情对线呢，微信叮一声响，有人给我发了消息来，退出群聊。我看到了被我置顶的老父亲，打开聊天框，一眼看到爸爸发来的连珠炮式的问题。老父亲，咋回事啊？闺女，我听你秦阿姨说，你们班有个女孩声称是我闺女，还鼓动其他同学欺负你。闺女，你现在怎么样啊？要不要爸爸去学校找你给你作证？现在这些小孩都怎么回事？我深吸一口气，我退出跟爸爸的聊天框，重新点开班级群，打开群成员检查头像，结果还真让我给找着了。秦然，你是不是有病？能不能别跟这儿多管闲事？秦然，如果我说是我妈自己看到我手机里的消息，然后跟你爸说的，你信不信？我信你个鬼！秦然，但事实就是这样。苦涩，就吴语他妈给吴语开门，吴语到家了那么问题来了，你又不是我们班的，什么时候进的我们班级群？秦然，早800年前的事儿了。之前咱们2个班一起聚餐，最后收费的时候，我懒得再加其他人，也懒得拉群，就让你把我拉进去了，你都忘了？别说，好像还真有那么回事。秦然，没看出来呀。顾七，居然怂恿别人来追我，信不信我去跟卓阿姨告状？我有事忙，回头聊。溜了。没想到秦然居然也在班级群里，我瞬间失去了兑现的兴趣。不是我怂，实在是这事儿他多多少少有点社死。这要只是秦然看见了也无所谓，毕竟我俩从小一块儿长大，他什么样我什么样，我俩都心知肚明。但是吧，我实在没想到会被秦阿姨看到我大杀四方的场面。可这个苏苗苗
十几分钟前他装死装得如鱼得水，现在倒还来劲儿了。苏苗苗，啊，顾七，你总跟别人要证据，那你说银海集团老总夫人姓卓，你又有什么证据？苏苗苗，我承认我 P 图了，可我坐在我的车上面拍照，就算 P 了图又怎么样？你凭什么骂人？苏苗苗，顾七，你刚刚不还很厉害吗？现在怎么不说话了？是心虚吗？我忍个屁！退一步卵巢囊肿，让3分乳腺增生，反正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如就破罐子破摔了。你的车拍个照就是你的车了，那我要是去故宫旅游拍个照，是不是就能说故宫是我家了？苏苗苗，那就是我的车，是我爸妈送我的生日礼物。真的吗？我不信。JPG， 苏苗苗，既然你这么喜欢讲证据，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不是我的车？等的就是他这句话。我扭头点开和爸爸的聊天框，发了条信息：爸，您之前送我的那辆布加迪跑车的行车证照片有吗？发我一下。下一秒，照片就发了过来，紧随其后还有爸爸的消息：老父亲，要行车证干嘛？闺女，你跟爸说句实话，平时在学校是不是受欺负了？我没有的事儿，我什么性格您还不知道吗？谁能欺负得了我呀？打小我就是我家脾气最不好的，别说我爸妈，就连我家那些邻居也没谁敢随随便便招惹我。也就是秦阿姨，虽然跟我妈是闺蜜，但两家平时来往也不太多，才不怎么清楚我的真面目，还当我和我妈似的，是个端庄文雅的大家闺秀呢。老父亲，行，那爸就信你一回，但你得跟爸爸保证，只要有人敢欺负你，你必须立刻跟家里人说，听到没？好的，爸爸，您放心吧。收到转账20万元。老父亲，今天的零花钱，垃圾软件一天只能赚这么点儿，迟早倒闭。存好照片，收起爸爸的转账，又再三强调绝对没人欺负得了我，才结束了跟爸爸的聊天。回到微信群，看着屏幕上苏苗苗有恃无恐的叫嚣，我一声冷笑，别急，证据这不就来了？照片，行车证照片网出一料，上一秒还在起哄架秧子的同学们瞬间安静如鸡，但我会是就这么轻易放过他们的了吗？可必然不会。眼睛有问题看不清楚的话，建议你们下载放大后仔细观看，还有都看仔细着点儿，别信口雌黄。我这照片也是 P 的。微笑。整整5分钟过去了，群里依旧没人说话。这都多长时间了，还没看完？各位大正一家，照片看完了吗？可以确定是我本人的了吗？可以的话，来喘个气儿，别装死。苏苗苗证据拿来了，怎么不继续叫继续跳了呢？你倒是接着奏乐接着舞啊！一个能打的都没有。JPG。又过了会儿，群里之前一直没说过话的班长忽然露面了。班长，我就睡了个懒觉而已，群里这是咋回事啊？顾七，你也别太咄咄逼人了，大家同学一场，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好一个睡懒觉，好一个得饶人处且饶人。之前几年，他身为班长，利用职务之便，不止一次把本该是我的奖学金名额给了苏苗苗，我就和他结下了梁子。没想到他现在还敢往出跳。班长睡懒觉，麻烦撒谎前先打个草稿好不好啊？早上你还跟其他班委商量去哪儿聚餐呢，这就又成睡了个懒觉了。不过既然你露面了，那趁现在大家都在，不如解释解释。大1、大2、4个学期
本该是我奖学金的名额，怎么最后都莫名其妙到了苏苗苗那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苏苗苗每次考试似乎都是擦线过吧？不是要上赶着来英雄救美呢？那就成全你。沉默几秒，班长重振旗鼓。班长，顾七，现在再说你的事，别想转移话题。我奖学金的事说说吧。班长，就算苏苗苗一时糊涂，坐在你车上拍了张照片发了朋友圈，你也不必这么穷追猛打吧？到底在一个宿舍住了将近4年，多个朋友多条路，没必要闹得这么僵。我奖学金的事说说吧。班长，顾七，我在很认真地跟你对话，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班长，苏苗苗为人如何？班里同学都有目共睹，并且我们现在还都是在校生，就算你是个豪门千金，也不该这么仗势欺人。我奖学金的事说说吧。甭管他说什么，我就要死一句话，奖学金的事说说吧。他要真能无视到底，那我就敬他是条汉子。但很明显，以他今时今日的脸皮厚度，好像好做不到彻底无视。班长，顾七，你别太过分，这些人可真有意思。明明是他们咄咄逼人，出口成脏，仗势欺人，怎么一被我戳穿，就个个都要跳起来让我别太过分？这是哪家的道理？真以为我是个没脾气的软棉花，能随便由着他们捏圆搓扁吗？我奖学金的事说说吧。之前是想着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我又确实不缺钱，这才选择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在明知自己理亏，还急吼吼跑出来跳脚发癫，那就别怪我伸手就打他这个大憨批了。我一个班长，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还装模作样给我拉起偏架来了。怎么，苏苗苗是你妈，还是你是他爹？要不我真想不通，你为什么会这么护着他？我还多个朋友多条路，镜子没有总有尿吧？劳烦你和苏苗苗撒泡尿照照，仔细看看自己究竟配不配。我本来没想说多难听的话，但你非不干啊，逼逼赖赖的，真拿自己当鲁提辖了。班长，你别跟只疯狗似的乱咬人。我别吧，咱俩比起来，还是你更狗一点。刚冒出头不久的班长销声匿迹了，就是不知道经过这一次，他和苏苗苗还能不能一如往昔？班长消失，苏苗苗又不露面，事情多少变得有些无趣。不过没关系，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只要他们还没毕业，我就总能让他们不能再装死。本以为今天就这样了，可没想到，刚到下午2点，一条消息直接把死气沉沉的班级群给炸活了。点进去一看，原来是有人把班长擅自更改奖学金名额的事匿名举报给了学校。这下子班长彻底疯了。班长，顾七，你到底有完没完？班长，这件事根本不是你以为的那样，大家同学一场，你真要这么落井下石吗？班长，有本事做，别没胆子承认啊。顾七，班长，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我对着来？告诉你，只要你还在学校1天，我就有的是办法整治你。班长，贱人，婊子，你他妈给我滚出来！我有毛病吧？班级群那么多人，就非追着我咬。我班长有闲工夫在这儿跟我发癫，不如好好准备一下，之后如果被校领导问询，你该怎么胡编乱造。另外，如果我举报，绝不会匿名。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该好好想想，这几年还得罪了多少人，别人才会想着趁你病要你命。我道歉的话你一字不提，污言秽语你是张口就来，活该被人举报。我也对，
这么大个事被人捅出去，你现在别说走上人生巅峰了，怕是连毕业都不容易了吧？班长，敢做不敢认，除了你，还会有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去举报我，所以才让你好好想想，这几年究竟得罪了多少人啊？脑子有病就去治，别就克着我一个人发疯。群里其他人一概一声不吭，像极了做过亏心事。但转念一想，他们既然早就扒出来，那辆车是银海集团老总送给女儿的生日礼物，这会儿应该也都知道了。我才是豪门千金本金了，难怪一个个突然屁都不放一个了。感情是回过味儿来，知道怕了。举报班长这事儿，该不会真是有人亡羊补牢，擅自做了这种事，想着来跟邀功吧？想了又想，也没想出来谁能看出这种事。我索性手机一扔，随便班长继续在群里发疯了。但好在他也没能发疯多久，没过多长时间，群里发来捷报：同学道，班长被辅导员叫走了。同学们一个接一个，我没忍住，随手一点发出个表情包，我喜大普奔 JPG。 群里又没人说话了。知道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弱，就别听风就是雨。现在尴尬了不是？可没过几秒，群里居然就有人保持队形，发了个跟我一模一样的表情包。我定睛一看，秦然喜大普奔 JPG， 一个秦然，立刻炸出群里其他正在潜水的同学。本人同学 X， 秦然，你怎么会在我们班群里？同学我靠，这是什么年度大戏？同学 W， 这一天天的着实精彩，甚至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主动艾特了之前污蔑我暗恋并跟踪偷窥秦然的那个人。同学 V， 同学快，秦然就在这儿，上啊，表白呀！另有几个同学一顿哈哈哈。同学当然没露面，要不是还没真到毕业的时候，我猜他都恨不能原地退群了。同学儿，秦然，有人说我们班顾七暗恋你，还跟你表白了，这是真的假的呀？秦然，假的，细花哪看得上我呀？苦涩。同学 V， 有。同学 K， 有。同学 M， 有。妈的，这戏精，我忍不了了。秦然，你有病！秦然，玫瑰，我错了。不知道是秦然过于吸引人，还是见群里气氛又恢复了祥和，消失许久的苏苗苗居然在这个时候露头了。苏苗苗，秦然，没想到你也在我们班群里。之前在学生会的时候，多谢你帮了我几次，我加你微信了，通过一下吧。可爱，这俩人居然还有一段故事，真是万万没想到啊！上一秒还在群里起哄的同学，全部重新闭了麦。我忍不住挑眉，原来是加微信没人理，这才勇敢在群里发言。秦然，不了，我妈说不让我跟心术不正的人玩，抱拳。同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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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我噗，瞧瞧，这才是秦然的真面目。之前还都以为他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冷男神，傻了吧都。苏苗苗，学神别开玩笑了，我只是想私下跟你道谢而已。委屈。秦然，不用了，我之前帮你，纯粹看在你是顾七舍友的份儿上，早知道你们关系这么差，我肯定不会帮的。秦然这该死的，好像淬了毒似的甜蜜小嘴，再来点。但苏苗苗显然还没真正认识到秦然的嘴上功夫，竟然还坚挺着跟他对话。苏苗苗，学神，你也看到群里之前的聊天记录了吗？希望你别被某些有心之人蒙骗了，事实根本不是那样的。苏苗苗，学神，我们好歹也算共事过一段时间，
你知道的，我真的很不擅长和人吵架。学神，你这么厉害，肯定不会相信别人对我的污蔑，对不对？苏苗苗，上午我千呼万唤，你都装死不出来。这会儿聊的倒是挺欢啊。苏苗苗，顾七，求求你别再针对我了，我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招惹你。流泪，苏苗苗，对不起顾七，从今往后我肯定躲着你走。你是豪门千金大小姐，就放我这个普通人一条活路吧。流泪，苏苗苗，之前你是因为我有机会和秦然在学生会共事，才对我看不顺眼。可秦然不是你的，他可以选择和任何人做朋友。如果你真的喜欢秦然，就该通过让自己变得优秀，走到他身边，而不是时时刻刻针对我、打压我、污蔑我。我曹多无口，他该不会还停留在同学说我暗恋跟踪偷窥秦然的剧本里呢吧？这出大戏不早都唱完了？秦然，苏苗苗，你是不是搞错了？苏苗苗，搞错了什么？无辜。秦然，首先说顾七暗恋跟踪偷窥我，是有人故意给顾七造谣，而且这件事他已经澄清了。秦然，其次，我从来没说过你是朋友，请你擅自对号入座。秦然，最后还有人不知道我和顾七从小一起长大的吗？照片里扎着俩冲天揪的我和留着锅盖头的秦然并排坐在一张沙发上，一人手捧一个大苹果，笑得像两个傻子。我就知道秦然这波突然露头，肯定没憋什么好屁，让我猜中了吧？同学 X， 青梅竹马；同学 O， 两小无猜；同学 M， 近水楼台；同学 V， 豪门婚恋；同学 L， 这他妈的够了！我说你们够了！秦然，借大家吉言了，以后我俩办婚礼，各位必须做主桌。我阿祖，收手吧。同学 V， 没关系啊，顾七，你俩郎才女貌，金童玉女，没有哪个妖魔鬼怪敢反对的。这是有没有妖魔鬼怪反对的问题吗？我有心杀贼，却无力回天，只能低声下气私聊秦然，请他暂且收手，别在群里继续发癫了。结果秦然截图，秦然，顾七不让我在这里说话了。那同学们，我先撤了哈，拜拜。妈的秦然，我杀了他！经校领导一致商讨决定，最终给班长记大过，并严厉的处理。像之前每次聊起毕业，班长就要强制性给我们将他将来宏图大志的模样，我只能说这是他应得的。苏苗苗，顾七，这下你满意了？我满意啊，当然满意。不过你急什么？被言毕的人又不是你。我懂，这大概就叫患难时刻见真情吧。苏苗苗，顾七，你真的太过分了。你是富家小姐，豪门千金，当然不必担心毕业后的前程。可我们和你不一样，我们都是普通人。你现在这样对班长，跟毁了他这辈子有什么区别？我上武装豪门千金的是你，现在说你们都是普通人的又是你。苏苗苗，你脑子还清醒吗？我做错事就要付出做错事的代价，别说举报人不是我，就算是我，那也算是我提前给社会清理了一个垃圾。苏苗苗，顾七，你还不承认你就是仗势欺人吗？我仗势欺人？行，既然你这么期待，那我就仗势欺人一下给你看。我之前骂我的人里面，好像有几个也给银海集团发了简历吧？那我现在通知各位，不仅给银海集团不会录取你们，是其他相关行业的公司也永远不会录取你们。烦请各位提早另谋生路吧。同学弟，
对不起顾七，我之前真是别猪油蒙了心才那么说你，求你了，放我一马吧。同学 F， 都怪苏苗苗，是他，就是他故意骗人，我们才会上了他的当。同学 H， 顾七，求求你了，看在大家同学一场的份儿上，放过我吧。对不起，是我不该嘴你，我真的知道错了。之前骂过我的同学接二连三跳出来，有向我道歉的，也有甩锅给苏苗苗的。总而言之一句话，错的绝不是他们。我先前以为苏苗苗是豪门千金，为了巴结她，你们就肆意谩骂我和林小麦。现在知道我才是那个你们口中的豪门千金，就又开始为了巴结我，所以开始对苏苗苗落井下石。同学们，你们不是知道错了，你们只是知道怕了而已。这头我正跟群里同学上高度呢，早上深受刺激下，又一个回笼觉睡到现在的林小麦终于醒了。我默不作声朝他看去，看着他打着哈欠坐起身，眼睛半闭半睁地摸出手机，熟门熟路打开班级群，顺便还不忘嘟囔一句：卧槽，999加的消息，咱们班人今天都疯了。然后我就亲眼目睹一路刷着消息看下去的林小麦逐渐瞪大了他的双眼。十几分钟后，林小麦放下手机，扭过头，眼神茫然看向我。阿巴阿巴，我忍不住笑了声。下一秒，林小麦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之时，格外敏捷地下了床，几步扑倒我面前，尖叫。豪门竟在我身边，我顺势拍拍他的肩，淡定淡定，都是老新闻了。林小麦一个熊抱，喜极而泣，胡言乱语。呜呜，我不会被苏苗苗针对了。七七，我爱你。呜呜，一个没忍住，我直接笑出了声。等林小麦终于冷静下来，苏苗苗她有病吧？坐你车拍照炫富，还厚颜无耻偷你身份，还在群里带节奏骂咱俩，被戳穿了还好意思跟这儿卖惨。还有那个班长，我记得他刚开学那会儿还追过你呢吧？就因为你没答应当他女朋友，他就公报私仇，跟苏苗苗穿一条裤子了啊！我怎么就活活睡了一天呢？不然我也能大开骂戒了。一个小女孩就这么轻轻地碎了。一天下来，苏苗苗从众星捧月断崖式下跌为过街老鼠。之前那些争着抢着帮他说话，为了表忠心对我和林小麦轮番谩骂的人，全部调转枪头，将苏苗苗视作了眼中钉、肉中刺。更别说经过他们不遗余力的宣传，苏苗苗干过的好事已经传遍了全校。不难想象接下来的几个月他在学校的日子会有多难熬，但这些已经都跟我没关系了。在老爸的强势干预下，我已经过上了朝九晚五的打工人生活，什么吃喝玩乐，什么纸醉金迷，什么在家当咸鱼，一律想都不要想。当然，这么大好的机会，我自不会放过林小麦。我俩一起搬出学校，合资在5环租了个价格合适的房子，早起挤地铁上班，晚上挤地铁回家，每天累得不知今夕是何夕。就这么熬了2个月，终于熬到了领毕业证的那天，还得请假。听说班里早拍了毕业照，这样也好，反正我也没想再跟那些憨批虚与委蛇。领了毕业证出来，我跟林小麦一对视，我反正请假了，火锅否？林小麦眼睛一亮，锅。于是我们当即拐到超市，精挑细选1小时后大包小包回了出租房。结果刚上楼，我们隔壁一直空着的房子忽然开了门，林小麦伸手一指，青梅竹马，秦然笑眯眯走过来，不由分说接过我拎着的食材，
然后打招呼。真巧，我们以后就是邻居了呢。我信你个鬼！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